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影片增加精彩度的12种方法。12种方法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找好内容；第二个，了解你的观众；第三个，独特的视角跟观点；第四个，在影片中制造反转，加入意外；第五个，强烈的表现手法；第六个，添加合适的素材；第七个，上字幕；第八个，吸睛3要素：正妹美女、宠物、小孩。第9个，让镜头说故事。第10个，掌握节奏感，塑造情境。第11个，想办法短而精，短而美。第12个，拍不好重来。以下分享的这些内容纯粹是属于我个人的经验分享。那如果大家觉得有用，你们就可以自己吸收。好，第一个，找好内容。所有的影片第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找好内容这件事情。我们看近期，我讲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哦。近期因为阿富汗的事件，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机场就是拍了这个其他人要赶上飞机的这个画面，结果这个画面这个内容，包含像我们的一些那种贸易的群组里面就整天在疯传这个资料，那我们就知道说，阿富汗现在有些战乱。这个影片为什么它会疯传？一来它有新闻性，二来是它让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急迫性跟非常可怕的一个场面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战争的可怕在哪里啊。这样的一个影片，它就大量的去流传，因为它让更多人知道说他们可能会面临战争的残酷、战争的可怕这件事情。这个内容它有没有拍得很好？也没有啊，它就是手机随手拍，这样它就传出来了。内容这件事情永远是在所有的这个影像传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谁拥有这个关键性的画面、关键性的内容，自然它就会被大量的传播跟流传。所以找好内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有这个内容的时候，它的传播性跟传播力都会非常的高哈。所以今天如果它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内容，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来想要一探究竟哦。如果这个东西它的内容本身就不是很吸引人，相对的它本来就会乏人问津哈。所以内容这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哈，你要让你的影片精彩度提高。当你有好的内容的时候，随便拍都好看；当你的内容并不怎么样的时候，你拍的再精彩，人家也不愿意花时间在那边。所以找好内容是让你的影片精彩度提高的第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是了解你的观众，你的观众想要看什么样的内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你今天的频道是游戏的频道，你的 TA 你的观众他就是想要了解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嘛，那有一些关他就过不去，结果你有办法过，为什么你可以过？他们就会好奇哦，这个是观众的部分。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做美食的节目，人家就想要知道这间餐厅好不好吃，那它的特色菜有什么？我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去那边吃？它的消费大概是怎么样？像美食的、旅游的这一块，就会比较 care 这个东西。那个点你有没有抓到？你知不知道你的观众要的那个点在哪里？然后甚至于说，我们讲日常消费用品的这一块，他可能做一些开箱的这种用品的开箱，那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实不实用、O 不 OK？ 你的观众就会想要知道这个东西嘛，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你的观众，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然后针对观众关注的那些焦点去产出相对应的内容。相对的，你这影片自然他们就会想要去看，想要去吸收。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的观众。就像我的频道会来看我的频道很清楚嘛，要么就是学习剪辑的部分，要么就是如何把影片制作得更好，然后甚至于说有没有一些影片的让影片可以更精彩的一些内容跟方法还有技巧。那大家就想要学这个，所以我只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的观看数、我的观看时长都会是非常的完美的哈。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观众，然后针对你的观众去产出相对应的内容。那这样子的你的成效自然也会比较高哈。然后第三点是独特的视角跟观点。当所有的人他们都在做某些内容，甚至于他们的论调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一个独特的观点，或者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东西都会吸引人来做一个观看的动作。比方说像我个人，我很喜欢看老高的节目，我很喜欢看小韩哥的节目，我很喜欢看马莲姐的节目，我很喜欢看
这一类的，那你会发现哦，可能同样一个事情，同样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台，他们会阐述他们自己不同的一个观点。那这个就是你要如何产出你自己个人的独特的一个观点，然后你从你的视角去看。有时候是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家庭遇到一场车祸，妈妈可能在旁边剥水果准备给爸爸吃，妈妈的观点是怎么样？爸爸正在开车，哇，前面是因为一只狗跑过去。发生了这个刹车来不及，结果大家发生了车祸。小朋友在后面可能在玩手机，或是搞不好正在睡觉，然后突然，怎么醒来就已经是医护人员了？好，当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点，他们分别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丰富度就变高了。好，那这个就是你要运用独特的观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去看事情。你就可以让你的影片精彩度会变得不一样。那这个是独特的视角跟观点。然后第4个是制造反转，加入意外。这个在某一些影片里面呢，让这个意外真实的呈现，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反转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有趣。如果你去看电影，比方说像近期比较热门的，不行，这样会剧透。好，反正在电影里面有很多，他们可能。搞不好他就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高层来找他，然后他去帮他完成这件事情，在完成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说，原来他才是助纣为虐的那一边，原来他是帮坏人做坏事的那一边。当他得到这个真相的时候，又反转。好，那这个制造反转，它可以让你的影片的精彩度会不一样。那这个是制造反转，或是加入意外，然后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那意外有很多种嘛，是真的意外还是假的意外？对啊，反正有这些东西，它都是很好的一个题材或素材哈，你可以把它放在，它会增加你的影片精彩度。制造反转，加入意外。第5个，强烈的表现手法，每一个人的表现方式都不一样哈。那每一个人的表现手法也都不一样，有的人他的节奏是快的，有的人他的节奏是慢的。那这个看你个人因应的当下的状况，或是你个人的一个风格，你都可以去做衍生。有一些人他对于像我们讲开箱宴他的风格，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就是很因为急躁，那有时候会做错某些东西，然后产生一个效果。那这个是他的表现手法。那有一些人他是很中规中矩的，我就是这个东西我怎么做，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弄。中规中矩反而没有人要看。所以强烈的表现手法，或者是说有一点戏剧性的表现手法，你的影片精彩度会更高，大家可以吸收一下。然后第6点，在合适的位置添加合适的素材。就是我在某个时间点，我应该要加入什么样的一个素材？素材是事先拍好嘛？假设我要做旅拍，那我旅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回来，我跟人家在分享，那我们可能讲到某一间庙，那这时候你不可能画面是放你讲到庙，结果你放一个三合院，你要在适当的位置添加合适的素材，让人家知道说这个东西的意思。比方说，我可能是拍历史的，或是我谈论历史的。我们讲什么八国联军啊、义和团啊，那你是不是相对应的画面要出来？或是我们讲，你总不可能我们讲到庙，结果你放一间教堂吧？中西合并，也很怪啊。所以你要在合适的位置添加合适的素材，这个也是一个增加影片精彩度的方法。然后第7个，上字幕。这个目前台湾人的看影片的习惯，他是要看字幕的，因为有时候，比方说像我也会我有时候在外面吃饭，那个周边也太吵，我没办法去听那个声音，甚至于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在捷运上面啊，或是在一些很安静的地方啊，图书馆啊，他就不适合听那个声音，那他又没有耳机，那他就只能开静音，然后看字幕。所以上字幕这个东西可以让影片观看的便利性会更高，所以而且台湾人其实也很习惯看字幕啦。我们从小时候去看很多的电视节目，原则上它都会上字幕，所以造成我们习惯了我们会去看这个字幕。还有一点，每一个人的发音不一定是标准的以我来讲，我有时候发音也不见得是标准的，搞不好我还会念错还是怎么样。那上个字幕可以让人家更知道那个内容，所以上字幕这件事情可以增加
影片的这个精彩度可以吸引人来做一个观看，也蛮重，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方法。然后第8，我们做广告常常在讲一个东西叫吸睛3要素啊，哪3个要素？第一个是正妹美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爱的宠物，第二个是宠物，然后第3个是小孩或是小 baby，这3个都是我们常讲的吸睛3要素。这是吸睛3要素，没有可不可以？没有不代表不行啊，你就把你的内容做好就好了嘛，因为内容是第1条嘛，第1条是这个最大的戒律做好内容。你只要看到画面，其实像我们在做广告，我们就很清楚啊，你那个在户外超大的那个看板，你打上那个字啊，人家还不一定会看，你就放上一个正妹，然后旁边再打上字，人家第一眼就看到一个正妹，然后再看旁边的字。等一下还比较会去读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吸睛3要素。这个其实在我们广告业是很广泛使用到这个东西讲到这个，为什么美女是排第1位因为美女不单单是男生喜欢看，女生也爱看那也因为美女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在市场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 show girl 嘛，你不会看到很多的 show boy 嘛，对不对？因为市场上就就是整体的，不管是广告市场或是整体的一个商业行销里面，都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 show girl 会有工作，会有钱可以赚？因为市场需求，吸睛，它就是吸睛嘛，不管放在哪里，它就是吸睛。为什么只有都是女生，然后有这种钱可以赚啊？市场上就这样子我跟你讲，就算是男模，基本上也都是非常的辛苦啦男模的那个能够出场的次数很有限了。你说要能够像全联先生这样子，能够代表某个品牌，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好，第9个，让镜头说故事这个是你要做好你的每一个镜头。如果你对拍照这个东西你是有兴趣的，你有研究过的，你就会知道，照片一张好的照片，它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故事性的。那镜头也是一样，一个好的镜头，它可能只是短短的几秒钟，但是你可以从里面感受到说，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不是有故事要讲那这个是一个你要做好分镜这件事情。那分镜这件事情呢，我讲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今天你要表达一个东西，喝水这件事情，你喝水，这是饮料。好，假设你喝饮料，那是不是可以拍3个角度？一个是正面，一个是侧面，一个搞不好是特写，对不对？就这样的3个一个角度。那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当你在做镜头的摄取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想办法从3个不同的而且具有差异化的一个角度跟视角来取你这一段的内容。那这个可以让你的镜头的表现力跟张力会精彩很多那这个是有关于让镜头说故事这件事情。好，这个我们另外再找时间针对这个分镜头或者说镜头的部分，我要如何去做设计。好，我要怎么样去拍一个画面出来？我们另外再找时间再做一集来做一个分享。第10点，节奏感，塑造情境。我要掌握这个影片的节奏感。如果我今天是我的节奏感，一定是一个像爬山一样，我是有高有低我不会只有一片都是平原。如果只有一片都是平原，那它没有一个我们讲关键节点，那个产生变化的关键节点。这个产生变化的关键节点才是最重要的嘛。小明在小学考试，从1到5年级怎么考都是100分，可是到了5年级的下学期的期末考，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考试成绩突然开始变得不合格，从前面的100分掉到不合格。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这个点，他这个转变的这个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事情？这个东西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关键节点。今天在镜头的变化也是一样，你只要把这个关键节点取出来，它才有故事性，它才有内容，它才有趣，它才有办法讲。那你要让一个影片的节奏感都是丰富的，你就必须把这些关键节点
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哦，这个小学5年级下学期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个点抓起来。搞不好国中又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哦，把它抓起来。那这个人的成长记录，你都把这些节点抓出来的时候，它的精彩度就会很高。哦，那这个是我们讲的，你要塑造，你要掌握这个节奏感，然后塑造情境，让更多人可以融入这个情境。那这个要靠你的节奏感，哦，包含像音乐搭配也可以让你产生节奏感。悲伤的内容你不可能放个舞曲吧，你不可能放个 EDM， 然后很嗨的样子，也可以啦。如果你要用喜剧的话，对啊，所以你要去掌握那个影片的节奏感，掌握影片的节奏感，塑造整体的一个情境，也是增加影片精彩度的一个手法哈，很重要的地方。第11点，想办法短而精，没有必要的内容，甚至于一些停顿啊，或是一些讲错话啦，什么全部都删除掉，那个都没有必要。想办法让你的影片是短而精，哦，它是又短的又精彩的，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影片的精彩度提得更高。第11点，想办法短而精，非常的重要。影片就像女人的短裙一样，越短越好啊，也不能太短哦，还是要遮住吧。第12点，非常的重要，拍不好啊就重来啊。拍不好就重来，拍不好就重来，拍不好，拍不好，拍不好就重来，就重来，就重来。以上就是如何增加影片精彩度的12种方法。那这个是我个人的心得跟笔记来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那如果对于这些点你觉得还不错，但是还有哪些点你觉得也很需要，或是你的经验你也想要分享，下面留言我们做一个讨论跟交流。我们也需要一些 feedback 啊，回馈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它可以让我们的影片更加的精彩，或是有一些方法你觉得也不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交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增加影片精彩度的12种方法，来总结跟分享给大家。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谢谢。